每年的7月15日是十方僧众的解居自恣日，于此日做子女的人，应当为妻室父母以及现在父母于危难之中者，设百味珍肴饭食，新鲜果品，尽是甘美，放置盆中，供养十方大德僧众。因为7月15日的僧自恣日，一切圣众或在山间水边禅定，或得四阿罗汉果，或在树下经行，或是六通自在教化，甚至更有十方菩萨大人全现比丘，皆同一心受食，所有圣众均具清净戒行，其德如汪洋大海，不可思议。如能供养此等自恣僧众，现世父母、六亲眷属定能出离三途之苦，应时解脱，衣食自然。若父母尚健在者，福乐百年，万事吉祥顺利。这就是真正的超荐拔度的妙法。盂兰盆是什么意思呢？盂兰二字是梵语，意曰倒悬，也就是被倒挂着的意思，用以形容三恶道众生，那就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的苦恶之状。盆是盛载食物的容器，泛指一切盘、碗、铜等清净容器。盂兰是所救，盆是能救，能所合在一起叫盂兰盆，就是就倒悬盆的意思。也就是说，用这盆器盛着各种珍贵百味美食，恭敬奉献佛僧，承仗三宝不可思议福田之力，以解众生倒悬之苦。盂兰盆节的起源是怎样的呢？佛说盂兰盆经记载，目犍连尊者证得6种神通后，想报答父母的养育深恩。当他用天眼观察世界，看见母亲因造恶业而堕落恶鬼道中，百千岁中得不到一口饮食，口吐火焰，备受煎熬。尊者见此情景，悲痛万分，不忍母亲再受饥渴之苦，急忙就用自己直钵盛满白饭，运用神通送到恶鬼道中给母亲充饥。其母见了白饭迫不及待，高兴地伸出双手，接过盛满白饭的钵，捧到面前，刚要开口吃时，突然由他口中喷出火焰，整钵的白饭都变成焦炭一样，不能食用。目犍连尊者虽然在佛弟子中神通第一，但他用尽办法，始终无法救度罪根深结的母亲，于是赶紧祈求世尊设法救拔。佛陀对目犍连尊者说，你不要以为仗你的神通之力就能救拔你的母亲，要知道娑婆世界众生一生饥饿造业，罪根深重，如果没有大福德因缘之力量可依仗，确实是无法救离他脱出苦报的。佛陀教导目犍连，你应当于7月15日虔诚广设种种公务饮食，恭敬奉献佛僧，承仗三宝威德福利，拔济母亲脱离恶鬼道中饥渴之苦。目犍连尊者听闻佛陀教导之后，依佛陀所示的方法，于7月15日那天预备种种饮食，盛于盆器之中，虔诚恭敬地奉佛献僧，以此功德仰仗十方大德僧的慈愿力、威神力加庇，终于救度出恶鬼道中的母亲。当时佛陀也由于这个因缘，讲了一部盂兰盆经，从此每年7月15日就成为盂兰盆节了。为何盂兰盆节是每年7月15这一天呢？佛世时的印度，每逢夏日雨季来临，地面上就有很多昆虫，外出托钵会踩死很多昆虫，因此佛陀就制定了节下安居的制度。农历4月15至7月15这段时间，所有僧侣皆不外出，只在山林间打坐经行，专心修持。农历7月15是大众节下安居90日护持戒法、精进修行的圆满之日。3个月的精进用功，到7月15日节下这一天，大家集于一堂，在自我反思的同时，任由同住大众检举自己行为的过失，若有犯戒，则要在大众中发露忏悔，而得戒体清净，这便是僧自恣日。十方诸佛见到僧众通过安居精进、发露忏悔，更有人通过3个月的专心修持圆满正的圣果，成为众生福田、大忏佛的本怀，因而心生欢喜，故这一天又被称为佛欢喜日。因此农历7月15是非常殊胜的日子，施主于此时供养佛陀，以及通过供养自恣戒体清净，甚至以证圣果的众僧，以此功德回向类世父母，不仅现世父母消灾延寿，七世父母也能脱离恶道。盂兰盆节这一天有哪些传统呢？早在佛陀时代，印度就有兴办盂兰盆会的活动。大盆净土经记载，当年印度的频婆娑罗王、须达长者和茉莉夫人等，为求灭除七世父母的罪业，都曾经依照盂兰盆经造500金盆，供养佛和僧众。而在中国，佛说盂兰盆经于西晋时，由竺法护法师译出后，因强调借由供养十方自恣僧，
以报答双亲养育之恩，乃至度脱妻室父母的思想，与中国崇尚的孝道精神相符，被历代提倡而盛行不衰。莲救母的故事开始设坛供僧。佛祖统计记载，大同4年538，梁武帝在同泰寺设盂兰盆会供养众僧，这应该是记载中首次由官方举办的盂兰盆会。隋唐之时，社会安定繁荣，盂兰盆会也成为了一场上至帝王下至贩夫走卒全民参与的盛大节日。唐代每逢7月15日，皇室会向寺院敬献盂兰盆供，并由官府斥巨资操办盂兰盆会。是日，威严浩大的皇家仪仗队穿城而过，上至帝王，下至平民争相献盆供养僧家，整个都城张灯结彩，车水马龙，热闹非凡。宋代以后，除了在各寺院供佛斋僧，节日期间人们还会祭祀祖先，超度宗亲亡灵，并且上演以木莲救母内容为主的各种杂剧。现在每逢盂兰盆节，汉传佛教寺院多用香、花、灯、水果、素食等供佛与僧，同时也通过水陆、补佛、咽口、诵经、礼忏、放生等方式举办名扬两利的盂兰盆会。盂兰盆节对当今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呢？盂兰盆节起源于《盂兰盆经》中所在佛弟子目犍连报恩救母的典故，佛教徒依教奉行，于是便有了盂兰盆节。因为它的背后所散发出的是佛教浓厚的孝亲报恩思想，这天又被称为佛教的报恩节。佛在《佛说父母恩难报经》中曾说，父母于子有大增益，如不常养，随时将遇，自大的成。右肩父父，左肩父母，经历千年，正使便利背上，然无有怨心于父母，此子犹不足报父母恩。佛教以孝为本，为佛弟子，孝亲报恩也是最吉祥的事情之一。视之尽孝，无外乎强调养其身体，晨昏省定，静听顺承。而佛门之孝则不止于此，不仅要对父母尽世间法的孝顺，还要使父母不堕三途，永出苦轮。更进一步的还需念及过去多生累劫的父母，通过供养三宝和如法修行以期救拔。如莲池大师云：生养死葬，小孝也；生彼抵御，死彼流芳。大孝也，生导其正信，死见其灵神。大孝之大孝也，目犍连已知。自门弘行路。因此，佛法不仅强调孝亲报恩，而且佛法中的孝是超出一般世间孝道的究竟圆满之孝。盂兰盆经和盂兰盆节正是这究竟圆满之孝的具体表现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的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是佛弟子修孝顺者，应念念中常忆父母，乃至妻室父母，年年7月15日，常以孝慈义所生父母，为作盂兰盆，施佛及僧，以报父母常养慈爱之恩。若一切佛弟子，应常奉持是法。佛说盂兰盆经。